玩了一天的时间来这边做个快速介绍吧。相信不用我多说啊，你从画面上来看就知道是一款大作级的水平了。这一天下来的心得大概就是画风、美术、音乐、音效均可以给高分了。当然这款游戏也是有缺点的啦，我们先从下方的界面开始介绍吧。最右方这个是任务，就是很一般的点击任务就可以导引过去了。再来冒险说明书，在这个地方啊显示出各式各样的关卡，强化骑士的材料，强化武器，强化饰品。很可惜的一点这游戏啊没有自动推关，没有自动循环战斗，更没有扫荡所以玩起来非常耗时间昨天我玩下来花了6-7个钟头吧。如果你全程都要看剧情的话，大概8-9个小时起跳，因为关卡你要一直这样子刷。好，光荣之路这边每次都是消耗30体，上面有一个鞋子嘛，这个就是体力值然后这个费陀梦魇一次消耗60体首次通关给你200颗石头。这里最主要是刷遗物，还有强化费陀骑士的材料，还有强化技能，最后就是封印监牢，每次消耗30体。这是游戏的内容性不多啦，就很简单的强化角色，然后不断推关，不断的刷关卡而已薪资召唤在这一块第一天会有新手池50抽必中5星角。玩了一天的心得，我觉得可以的话还是刷手抽吧，虽然它在跑新手教学非常的长但是手抽真的很影响体验。那现在是全球封测嘛，所以也没有什么角色推荐，估计正式推出的时候就会有相关的情报，到时候我会补充在下方留言区，或者是额外再发影片。然后进行转蛋的时候它是武器跟角色的混词右上方这里有一个20%的，当你达到100%进行召唤的时候，必定可以获得5星的角色。第一天我大概做了50抽左右吧，就是你不断的做任务，几个钟头下来至少有50抽啦。那我有抽到4星的武器，但是都外出锤子所以我个人玩下来体验不是很好啦。从上方锤子的旁边蓝装就能知道，我用的角色几乎全部都是蓝武如果是一般在公测的时候，这种情况通常都是要卸载游戏看你要不要再重玩。由于这角色中5星的几率是极低的所以可以的话看要不要耐着性子刷手抽，但同时也要看到时公测有没有开服好礼。我们看一下信箱，今天是第2天这2天的封测礼物就是给体力而已从这一块大概就能知道正式推出的福利也不是那么好，因为其实它给你的奖励并不是特别多，你只能逐一推关去累积星矢这些再来我们看下方书的引导，第一个任务还没有解锁，然后第2个签到记录，第一天有给10连抽，后面都给你3抽6抽，他不送你角色。从他给的福利不怎么样的情况下，登录也没有送角色，转战几率是极低的所以你真要为这款游戏花钱，你得花不少钱不过这是封测期间未来正式推出的话，看这些界面会不会改然后这是成长之路，这里又会给20抽，当你达到10等级账户等级指的就是书的等级目前我的等级是9，最后就是梦魇这个地方说白一点就是领取挂机收益啦。然后这边有关卡可以打，下方这边就是费陀梦魇，前面有看到嘛，就是这个一次消耗60体打遗物的。然后这里是挂机收益，左上方点下去，在这个地方就能看到所有的内容了。那由于这次是不计费3档封测，所以这边看不到氪金的选项。最后就是中间的一本书，这里就是角色的强化页面。这游戏也有属性克制你从右方这个区块角色名称哑铃的左方，这个就是它的属性颜色，然后右方就是它的职业定位、攻击第2个辅助，再有防御、治愈等等我昨天在玩的时候，大概每一位都稍微强化了一下正式推出的时候建议3到4位去做集中成长就行了。到时候如果有强度榜，你就按照里面的角色去进行养成了。这些角色里面不是每一位都好用的。好，最右边第一个是升级进行强化，第一次的上限是20等，再来就要等到冒险等级2这个就会很常看到，它指的就是你的账户等级也就是书本的等级。然后装备，一般你要刷装备通常都是拿到低阶的你要拿到蓝装或者是紫装，透过转蛋是最直接的方式装备部分也是可以进行强化，第一次的上限也是20等，接下来要等到冒险等级2，再来冶炼，这个地方要有相同武器才能进行叠加，就是喂肥料然后遗物部分你可以针对角色的特性去凑套装效果，编排给合适的角色，左上方的角色都可以去进行选择，看你要搭配什么样的遗物缘分指的就是同名卡的意思啦，你抽到一张一样的，它就会解锁第
第一阶段，像这位角色，第一阶段的缘分解锁了，拿到越多同名角，角色就越强。然后这是技能详情，这个地方你拿到不同的角色都还可以再领一抽。然后左下方有佩戴短袍，还有解除短袍。角色的造型我们看一下吧，每一位角色啊，你都可以佩戴头盔，解除头盔。那在进行战斗的时候，它就会以那个形象上阵。左上方这边都是主线任务，还有支线任务啊。画面上我们是可以进行移动的。那如果你玩的是 PC 版啊，你也可以搭配手把，键盘使用其实还可以啦，也不是特别难操作，但是有手把就会方便一点。这里是做料理，你在打关卡的时候就可以取得很多材料。你有看到这妹子很大嘛？我们在这边可以去进行料理，进行制作。然后当你要上场进行战斗的时候，就看你要不要吃料理，增加一些效果之类的。然后在这个地方锻造，这里有宝石哦，后面可能可以去进行镶嵌吧，目前还没有解锁。角色的装备部分啊，左下方这里第一件装备啊，就是武器嘛。饰品的部分是抽不到的，你只能去刷关卡。饰品也是可以进行强化的哦。如果当你角色发现不够强的情况下，要做的事情就很简单，选择你的核心角色，升级升满装备、武器、饰品都把它升满，再把它装遗物，那你那个角色整个强度就起来了哦。重要有一点就是资源非常少，你光养个2-3只就很困难了。这也是游戏的诟病啊，每次做了那么多角色，但是不好用的，你也不可能去升它哦，就导致那些角色你大概玩1天了以后就把它丢仓库了。如果有等级同步的话，反而能发挥这款游戏的特性。可惜没有等级同步，所以做出来角色不好用的，第1天你玩完以后丢仓库，等于是游戏商浪费那么多时间做了1名角色，结果变成垃圾。最后就是右下方进行冒险。原本这款游戏我是计划玩7天的，因为它封测大概是1个礼拜多嘛，但是我后来第1天这样子刷一刷，刷到有点受不了了，所以就想说不然就玩1天就好了。我们先看一下哦，这是第1章对不对？这边有奖杯奖励阶段2，最高可以到10，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一开始你进来的时候是阶段1，然后跑新手嘛，再顺便推关。第1章总共有12小关，全部打完3星通关，你就可以在你奖杯这边领奖励。领完了以后呢，你就可以改成阶段2，然后阶段2它呈现出来的就会像这个样子哦，就是原本有3星的，它的3星又不见了，你要再重刷一次哦。总而言之啊，一个章节你可以刷10次，也就是120场哦。但它不是要求你全部刷完啦，因为它会卡冒险等级哦。冒险等级的定义在这里，我们看一下吧。上户等级啊，最高可以升到55等，冒险等级最高可以升到8哦。然后第1阶段就是升10等嘛，所以还没到达冒险等级2，所以这里有10、20、25、30、35、40、45，分别它就是会对应冒险等级。以10级好了，冒险等级就是2、3、4、5、6、7、8，好，它是这样子去判定的啦。而等级越高啊，奖励也相对的会变好。如果看在以前啊，我个人会觉得非常有乐趣哦，但是现在这种手动刷真的很耗时间哦。所以这款游戏的话是针对特定族群，它会非常有人气，但这款游戏它并不适合大概40%玩家吧。然后这个章节关卡第1天嘛，问题比较多，所以基本上都配不到玩家了。只要你要大概记得你有通关过的关卡，后面就会解锁配对哦。以这个第2章为例好了，如果是奖杯等级第1阶段的时候都要手动通关了，后面就是可以组玩家一起玩，这也是唯一的乐趣啦。只是很可惜了这一块啊，只要是横向动作的啊，通常它走向会有共斗，氪金差距就变成了组队的挑选标准。目前我推到了第3章哦，我们先进来看一下战斗吧。战斗的部分，右方这里角色是可以进行切换的。然后再来是下方这款游戏啊，它唯一的自动战斗就是像这个，你滑到普通攻击去哦，它只会自动帮你进行普通攻击而已，就是它附近的敌人它打完它就不会再打了。大概是这个样子哦，还可以使用它的技能。这是翻滚，你从右边跟下方你可以看得到它的技能，这些都是用以键盘的符号显示的嘛。当你碰了手把了以后，它就变成手把的界面了。手把操作相对的是比较方便一点的，按普攻键只要按住就额外一项技能。角色脚下有一个蓝色的，那个就是精力值哦。你进行技能释放或者是翻滚，都会消耗精力值哦。打 BOSS 会变得非常吃操作 ，BOSS 的战斗啊都是持续性的攻击，精力值很快就消耗掉了。然后战斗技巧部分啊，假设我们选择坦克好了，或者是有其他有争议的角色，你也可以使用坦克开技能、弓箭手、派出炮塔，然后再切换成你要打的，你可以把所有技能叠加在身上，然后中间上方它有一个蓝条嘛，当满了以后啊，你就把它当做入气值积满，它爆发了。
角色爆发了以后，能力会获得增长，这个就是基础战斗。然后掉落的物品你都可以去把它进行领取。说游玩总结吧，游戏部分就是不断的去进行刷关，然后强化角色。除了推章节之外，你也可以去进行刷奖杯的奖励。角色推荐部分啊，等台服正式推出的时候，到时我再补充到下方留言区。整体来讲，做的是相当不错的啦。BOSS 的整体难度算是偏难一点了，所以手残党倒不是很适合玩这一款游戏的。整体评价大概就是83分吧。针对特定族群是非常推荐一玩的。如果你本身是无氪或者是微氪玩家，再加上比较偏向手残党的部分啊，就不推荐玩了。那么本支影片就到这里吧，大家拜拜。ヤンコ、お手伝いします。ヤンコの技術力はプレイして一番なんだ。一人残らず打ち取る。引き下がれ。スライトリング。ヤンコ、お手伝いします。機動迎撃装置起動。ドキンさんの白人アトリーグ様がお出ましよ。こっちへ行きなさい。私を手伝いなさい。ヤンコ、お手伝いします。くらえ。影を見つめすぎてならない。そこか。少し休まないと。これでおしまいだ。そこか。準備しないと。まず準備しないと。少し休まないと。どけ。ヤンコ、お手伝いします。影を見つめすぎてはならない。